4月14日晚22时左右，载有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的车队抵达上海。在此之前，该特使在接受相关采访时表示，将于14日至17日访问中国和韩国，其目的是想在拜登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前，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就全球气候问题与中韩两方领导人进行会谈。外界看来，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次访问将会为中美关系变化带来积极变化。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美国特使刚落地上海之际，为什么中国却用实弹迎接？根据中国海事局官网报道称，4月15日至20日，南海南澎列岛附近海域将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时间上如此紧密，在分析看来，这显然不是巧合。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此前表示，他与拜登都希望能够继续跟中国就气候问题进行合作，但同时也强调，气候问题是独立议题，不会为了得到中国的合作而在人权以及经济问题上让步。再者，在美国特使访问中国的时候，另一批由前议员率领的美国访问团也刚乘坐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此次是自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的第一次访问团，台方面外交部长吴建燮以及台所谓外交部北美司长徐佑典等人均在机场接机。结合这两起事件，足以看出美国的心机，一方面想着跟我国重新修好，就类似气候问题开展合作，另一方面又在持续打台海牌，给台分裂分子打气撑腰，用访问的手段向台海发出错误信号，以支持台分裂分子的举动，来借其之手牵制中国，实现军事战略目的。美国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美国常用手段，不难看出此次美国特使访华又是一个假象，根本不是为了与中国缓解关系。由此可见，美国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没有想过要与中国形成和平友好的关系。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看清了美国的这副嘴脸，解放军才会在美国特使抵达上海之际，用6天在南澎列岛附近海军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来迎接美方。就如我国某评论员所说，中国是不吃素的，对于美国这些花样，中国实际上早已经暗熟于心。实弹演习说白了就是给美国看的，也是给台分裂分子看的。警告台海，倘若继续做出触及中国底线的危险举动，执迷不悟与美国勾结，损害中国利益，那么战争将很可能是解决台海问题的最终选项。当然，大陆还是希望台海能够早日清醒，否则根本承受不住我军带来的反制。就目前来说，两岸关系之所以越发紧张，就是因为美国在背后煽风点火。美国接连就台海问题进行挑事，干涉中国内政。尽管我国多次给予严厉警告，但美国仍然危险动作，反而指责大陆在挑衅。在此背景下，台海局势存在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是失控的风险。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坐不住了。近日，布林肯在接受相关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正关注大陆最近在台海的频繁军事活动，与此同时，其发出警告，声称任何人尝试以武力改变现状都会铸成大错。或许外界很多人会疑惑，美国不是非常希望两岸能够挑起战火，好从中渔利吗？在分析看来，美国支持台海确实是希望挑拨两岸的关系，可爆发军事冲突却不是美国的目的。一旦台海真的爆发了战争，倘若大陆赢了，美国将更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可如果台湾赢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很难再将其控制在自己的手掌心。因此，美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现在大陆与台海处于对立的局面。当然，美国需要考虑的还不止这个。台海爆发战争，美国必定陷入困境。就如特约评论员刘和平所说的那样，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方面的一系列举动都已经证明了美方军事介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至于为什么，这要从4个方面来说。第一，美国一直号称自己是世界警察，倘若在台海发生战争后，美国选择袖手旁观，该国不仅会失去盟友的信任和支持，所指导的世界秩序也会坍塌。第二，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回顾历史，基本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战争都会有美国的参与。第三，台海是美国经营了70多年的第一岛链战略核心，一旦台海失守了，这对美国来说则是重击，在亚太地区所构筑的防线溃败，美国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代价。最后一点，随着中国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美国内部出现强烈危险信号，反华势力越发庞大不说，一些反华分子还不断叫嚣着与中国抗衡。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拜登哪怕对中国认怂了，最后也不得不被迫介入台海局势。这还没完，美国介入台海局势的同时，很可能也会拉拢全球的盟友一起，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是加拿大，都很可能会被美国拉下水。这是猜测，但至少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至此，我国必须要警惕，并且加强军事上的准备。只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才能够让反华分子放弃铤而走险的幻想。在前段时间，整个西方基于一个炮制多年的谎言，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发起攻势。欧盟、美国、加拿大、英国对中国个人和实体发起制裁之后，有多个品牌跟风声明抵制新疆棉花，还牵出了背后一个大毒瘤 BCI 组织。这是一个不产棉花的国家创办的组织，其在全世界产棉区上面收费认证全世界棉花的组织。近些年 BCI 配合西方媒体利用影响力炒作虚假的新疆强迫劳动问题，还发布了对新疆产棉花的制裁决定。在西方强大的舆论下，耐克、阿迪达斯等多个著名品牌停用新疆棉制品，一边赚着中国消费者的钱，一边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利益。这事儿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国民众自发抵制拒买新疆棉花的外国品牌，不仅是造谣强迫劳动， BCI 没有下线已经突破天际。去年 BCI 负责人达米恩·桑菲利波甚至在接受 BBC 采访时污蔑我国扶贫事业。他表示，新疆地区贫困人群因为扶贫项目才被迫劳动，这群贫困户哪怕得到体面工资也是不合理的被迫劳动，他们可能不是自由选择就业的，居然可以攻击扶贫政策，真是坏到了骨子里。而因为中国民众的抵制，其会员都遭受到重大损失，进而影响到其自身。在去年10月份 BCI 曾宣布对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将其拉入国际贸易黑名单，但是近日 BCI 却偷偷下架了这份引起轩然大波的声明。很显然，他们并不是为自己的错误低头，只是为了人民币低头而已。下架声明只是做样子，平息国人的愤怒，想继续赚中国人的钱。而且 BCI 和西方已经严重损害了新疆棉花种植业，甚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本质上就是沾满血和谎言，不关心棉的质量的组织，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中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其实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 BCI 这样的组织，表面看是打着人权幌子抵制中国新疆棉花，其实意图很歹毒。一来集体给中国泼脏水，污名化中国；二来打击中国传统优势纺织业，阻止新疆发展，制造民族仇恨，以求从内部搞垮中国。实质还是西方势力想遏制中国的崛起。